少爷，少爷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一天到晚吃饱了撑饿了，是不是一天都不愿意再练功吗？武林门派大联盟打上来了，要跟铁师傅算账。武林门派大联盟都来了，你听说过吗？没有。二师弟，你见多识广，这你都没有听说过，一定不是什么正经组织，不用搭理他们啊！赶他们走。不是真的武林门派大联盟，我的意思是说有很多门派联合起来打上门来了。有那个八极拳、八卦掌、通背拳、断魂枪、五郎棍、形意拳，还有什么？我发现你吃臭豆腐吃多了，你真的好事坏事分不清了，是不是？来了这么多门派，不正好我们哥几个练一练？是。哎，阿水，宝芝林跟他们素无瓜葛，他们为什么前来闹事？是王镖头带头组织的，他带了一群人，还打着武林同道讨伐铁桥三的旗号。不管他们，我们继续练功吧。是，继续练吧，继续练吧。来，铁桥三，我是八极拳的欧阳冲，你凭什么说我们八极拳是旁门左道？铁桥三，我是八卦掌的南宫彪，你个娃娃啊，蛋黄没退，毛没长全，啊，凭什么说我们八卦掌是挖拳秀腿？铁桥三，我是通背拳的上官飞，你有几斤几两？胆敢说通背拳是小儿科小把戏？有种你出来看看，通背拳和伏虎拳哪个厉害？铁桥三，给老子听好了，老子是五郎棍的司徒鹤，你小子口出狂言，说我的功夫是师娘教的，不堪一击！混蛋，有本事出来单挑，我让你尝尝我五郎棍的厉害！铁桥三，我是断魂枪的公孙越，你凭什么说我断魂枪断不了别人的魂，只能断自己的魂呢？有胆量你出来，单打独斗，看谁断谁的魂！铁桥三，最近武林老听有人聒噪，说我们广东的铁桥三长得帅，武功高，拳法刚柔相济，内外兼修。老娘练的是形意拳，听说你放眼江湖，说形意拳根本不是你的对手。哼，在你的手上走不了3招，你出来让老娘看看，如果你真的长得帅，老娘就放你一马，只打你半边脸，留给你半边面子。在下铁桥三，不知各位大师登门造访，有何贵干？二师兄，你看那王彪也来了。听闻最近广州出了一位铁桥三，嘴上功夫了得，不知道拳脚如何，所以请武林同道来会一会，看你铁桥三有什么能耐，能在广州立足。我想各位大师误会了，我说不上能言善道，又何来狂妄自大？再说，宝芝林真正的当家是我徒弟林福成，他更没有本事在广州画地为界、抢占地盘的意思。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误会了。阿成，你先带大家进去，把门关上。不啊，带着大家进去。师傅，这去。哎呀，别看了，都走吧，听师傅的话，走。哪位师傅先请啊？鹤立，呀！
承让。承让。八卦之王。承让。谢了。看枪起来！承让。哎，讨论怎么样？怎么了呀？安豹来了！对呀！白宗主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前途跟为师走吧。打赢了再说。和尚，大师，你有没有见过没你长得这么高、身体没你壮、长得比你帅的一个长辫子和尚啊？他叫梁坤，在能人寺待过。大师，你快回答我呀！大师，喂，你把他放开，我有话跟他说。女孩子，走开！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我说让你把他放开，不然我打你了。欠打呀，你这个人，我都跟你说了。哎，大师，你有没有？大师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长得比你帅的长辫子和尚？在能人寺。这可是你逼我的。大和尚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大和尚，怎么不理我呀？大和尚。大和尚，哎，喂！哟，不理我呀！大和尚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梁坤在哪儿啊？是你们逼我发火的！
师，现在你能回答问题了吧？见没见过梁坤啊？梁坤是谁啊？我刚从福建过来。那你不早说？切！师傅，我认输，快来救我呀！别走！好啊，怪徒弟，认输了，2两银子。走吧你！少爷，少爷，阿水，人呢？我师傅人呢？他那连个人都看不住，给我找！师傅，师傅！少爷，安姑娘，失敬失敬。哎，有事儿你们说。我不去，动手吧。嘿，我说小安呐，这个就是你的不对啊！我跟你说，哎，我跟你聊天，你打我干嘛呀？哎，快去看看，有人打架了！打架了！承让。还有谁？我来。是他。老二，收。哎，大哥，你来。我们就不要打了吧，毫无意义嘛。你看，不是你已经和我3个兄弟交过手了，我要是此时再打，万一赢了，以多欺少，以大欺小，胜之不武啊！哎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啊？假如我要是输了，哎，我说的是假如啊，我以后怎么混啊？我怎么对得起我这帮兄弟啊？我当然只能跳出家门。所以说，怎么算对我是？哎，各位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跟我来。大哥，我这西红柿谁赔啊？啊，等会儿。哎，大哥，你赔我西红柿钱。怎么了？我感觉要出事，这么多年，我们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？这次不一样。快带坤儿走。
3口在一起，恐怕一个都活不了。听我的话，带着坤儿走。凤凰刺婆能够保住你们母子的性命，星月是可信赖之人。兄儿，好好的活下去，照顾好我们的坤儿。快走！闪开！宋腾蛟，崔明秀跑了，追！是，走。师兄，我们兄弟一场，我不想杀你，只要把佛光词谱给我，我就放过你们一家人。就算是死，我都不会给你。阿弥陀佛，看来施主身上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你都能自己坐起来了。这是哪里啊？大师，是你救的我吗？我只能回想起昨天晚上，两个人在决斗，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下得狠手，我想过去救，可是刚过去就被打晕了。哪儿来的什么两个人决斗啊？老衲化缘看你晕倒在山脚下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我就把你背回寺中了。哪儿来的两个人决斗啊？你的神智啊还没清醒呢。我的包袱。大师，请问您怎么称呼？贫僧法号觉音。哦，一会儿你把那药喝了，好好休息一下。我去准备斋饭。谢谢大师。师傅，什么时候教我功夫啊？就现在。现在就可以？就是现在嘛。啊。师傅，怎么练啊？怎么练？哼！上去！啊，现在？就是现在！上去！从小，我师傅就让我在泥路上搬扛抬背，我的马当然好了。是吗？嗨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别搬，不行，师傅，
看啊，我就这么轻轻一踢呢，你就摔的是嘴啃泥呀！你练的那种马步啊，在我面前耍什么嘴呀？啊，起来！你还在等什么呀？我在等你传我功夫啊！你这个傻小子，你不把你原来会的打出来，我怎么知道你到什么程度啊？我怎么教你啊？好，那我就打一套先师教的伏虎拳给你瞧瞧。嗯，好。是练武的好材料啊！哎，师傅，你又来这儿干嘛呀？你还要吃饭呀？谁说和你要吃饭啊？哼！你看着这柴也不多了，记住，一会儿多备点柴火回来，啊！这水也不满。记住，午饭前务必要把它装满。哼！哎，你看看，你怎么豆浆磨一半就不磨了啊？去磨豆浆去！师傅，我让你磨豆浆去。我这都练完功了，你也不给我指点一下？你不是要教我功夫的吗？我指点什么呀？你刚才压根儿打的就不是拳。啊？我打的不是拳，是在指什么？什么也不是。那我该干嘛？你呀，该干活了。去磨豆浆去。哼！小伙子，不错呀，干活蛮利落的啊。哎呀，我9岁的时候就天天练这个，还会怕吗？不对呀，我让你提这2只水桶从小溪边一直回到4中，中途不要打尖。哎，你看看啊，这水桶底下怎么全是泥呀？你肯定投机取巧了。偷机取巧？大师，我这是有思想，有谋略。谋略？哎呀，哎呦，现在的年轻人呐，啊！哎，师傅，吃饭了。哎，师傅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做的特别用心。哦，肯定好吃。好，哎，师傅，多吃点啊。
嗯，师傅怎么样？哎，师傅，我跟你说，时间过得好快，我已经上山有一段日子了。很好啊。可是，你都没有教我武功啊？没有吗？没有啊。我有啊。有吗？有啊。哎，那你说，什么是绝世武功？就像书上说的那种，绝世武功啊！哎，师傅，你为什么不教我？你想学绝世武功？那当然了。好，跟我来。好，来。哎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这绝世武功很难练吧？不难，这第一天练功啊，很简单啊。练功还有简单的？有啊。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自己。我走了。哎，师傅，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你没听明白啊？保护好自己。哼，保护好自己。记住，保护好自己呀！我练的是伏虎拳。阿坤，你回来啦！你让老虎追我，是教我武功还是让我送死啊？你死了吗？我死了，我还活着回来吗？所以说我没让你去死啊！就算不是让我送死，也不是教我武功吧？阿坤，你学的是伏虎拳，我让你去伏虎，这不正是学以致用吗？伏虎拳只是一个拳法的名字，我又不是武松。好了好了，看来呀，你是惊吓过度，惊魂未定，吃点药就好了。哎，拿着，小儿惊风散啊，记着，早晚各服一次。哎，阿坤，你学的伏虎拳那是洪拳的一种，源自少林，跟我学的可谓是一脉相承。本派武学有个入门的口诀，叫做未学打拳，先学扎马；未曾打人，先学被打。嘿嘿，慢慢你就理解了啊！嘿嘿嘿嘿嘿，阿坤，记得吃药啊！你现在挺直身子，用力向木桩拍一掌。现在，你再试试，扎稳马步，借助马步的前冲力，再向木桩拍去一掌。师傅，这就不明白，我怎么这么厉害？记住，马步是基础，我要你扎稳马步，腰马合一，力从地起，有大地之声，再加上马步的前冲力，集中攻击一点，你的功力自然会增长好几倍。原来是这样。挑水去吧。师傅，这挑水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，可是我渴了。好吧。
师傅，您这练的是五行拳。没错。哎呀，我还揣摩了一晚，再伤脑筋去哪儿找禽兽？原来在这儿。你说谁是禽兽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让你跑！什么？我又不是为你来的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对，他不是为你来的，是为我来的。阿弥陀佛，哎，嘿嘿嘿，傻小子，光顾着挨打了吧？在这个过程中，你有没有看清楚安姑娘的拳法和拳路？挡都来不及了，怎么看清楚啊？哎，那是因为一开始你就不懂得如何去观察对方的攻击方式，只想着一味的攻击敌人，看人家出手你就想出手。人家踢脚你就踢脚，如果人家手脚连用，无怪乎你就无法应对。哦，明白了，师傅。哦，明白了，那就继续练。哎，不过这回啊，不许你出拳，只许你仔仔细细观察安姑娘的拳法漏洞。啊，那我岂不是站着让人打？自个儿保护自个儿吧。哎，师傅。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干嘛？啊，你敢跟我师傅比武？不许去！喂，不许去！别走！别走！师弟，你是来犯罪的，
还是来赎罪的？我是来帮你了断尘缘的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弟，你我斗了50年了，难道非要至死方休不可吗？好，反正你也打不赢我，后会有期。阿弥陀佛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我这样像没事吗？缺心眼儿啊！师傅，还疼吗？废话，能不疼吗？哎哦，药，小儿清风散，大人也能吃。哎，我不吃药。好，不吃。师傅，这铁砂掌也太厉害了，你都觉得疼啊？疼。所以说这铁砂掌啊，是一门歹毒的功夫，一旦练成了呀，全身啊就跟背了宝剑一样啊！啊，这么厉害的功夫，那是怎么练啊？怎么练？来，往前，往前！哎呀，你往前呐！哎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疼吗？废话，瘦成这样能不疼吗？你不是要练铁砂掌吗？你有练铁砂掌，岂不是手都废了？对了，就是要把它给练废了。这铁砂掌练到一定程度，它就留下后遗症了。啊，单手练，食指不能弯曲；双手练，到时候啊，连筷子你都拿不动了。所以说，这铁砂掌啊，就是一种自伤自残的练法，是一种未伤人先伤己的练法。所以江湖上啊，什么铁布衫、铁砂掌，哦，还有那个铁头功啊，那都会留下后遗症的。那要练铁头功，岂不要烧头？哎，那倒不用。哎，不过这铁头功要是练多了吧，他人就会变笨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你小子最适合练铁头功了。你笨呢？你太笨了。你太笨了！师傅，你。
要扎稳马步，要全神贯注。气沉丹田。阿坤，你记住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不要受外界的影响。绝音啊，绝音！原来你们师徒二人躲在这里啊！这次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师弟，眼下我徒儿在此，你是否可以保证不对他动手啊？你徒儿的武功不足以和我对抗。阿坤，一会儿不管发生任何情况，都不许你出手。那不行，我不能看着师傅被人打。哼，你师傅打不过我，因为他的功夫在我之下。要么你拜我为师，我可是真正天下第一呀！我怎么这么笨？我连一个包袱都扛不住。师弟，难道你就这么在乎我们彼此的胜负吗？嗯，哼，反正你也赢不了我，我们下次再比过。哎，那个傻小子呢？嘿，阿弥陀佛，大胆贼人！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。打劫一个昏厥之人，你是何道理啊？光天化日，这分明就是月黑风高！我告诉你，秃驴，别多管闲事，否则我弄死你！阿弥陀佛，你竟然口出狂言，该打！哎，傻小子，嘿，又是你，哎，有缘呐！走，哎，
哎，徒弟，考你。好啊，让你考。先给我背一套洪门的入门口诀。未学打拳，先学扎马；未学打人，先学背打。你要记住，洪拳的实行源于鸟兽之形态。你现在打一套洪拳实行。好。鸟兽不需要学习任何，它就可以有自卫和攻击的本能。这可见自卫和攻击其实是自然的本性。虎走刚猛，练筋骨劲力；猛虎下山来势凶，恶虎擒羊迅猛贪。各将轻巧，明角度攻守；恶鹤群下手作弓，鹤入竹林力装高。龙血神韵，河刚化柔；乌龙吐珠找河豹，老龙脱角削带打。虎形练骨，豹形练力，蛇形练气，鹤形练筋，龙神练形。我们就是要通过锻炼恢复自然，这就是练武的本意。之后你下得山去，不管遇到任何情况，你都要记住，凡事要顺其自然，人不出手，你不出手。弟子谨遵师父教诲。我一定会谨遵你的教诲，你就放心离开吧。你想要啊？梁坤，好久不见啊！我们见过吗？说，我们到底是在哪里见过？喂，你别跑啊！你还没告诉我呢。认错人了。奇怪，到底是在哪里见过的？这家伙不会是孙腾蛟的人吧？来，扛稳了！傻小子，过来扛上！去吧，去吧！你过来，快！谢谢啊，没事。跟我吧。大哥，你的脚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这段时间有点疼。那你先歇着吧，我帮你扛一下。好。哎，阿强，过来一下。超哥，你的活都让他干了，你吃什么呀？我老婆孩子谁养活？
茶哥，我去吧。给。这我不能要。大哥，你脚受伤了，好好歇着。你那份我帮你扛，别担心。啊，扛好。两个，好嘞。来。阿三，力气很大啊，再加一包。加不了。我就说他加不了嘛。这样，加一包，工钱翻1倍。大哥，我刚说了，真的加不了，恐怕这钱我赚不了。有把的力气啊！是啊，这力气更大呀！是，这明显是能扛但不想扛啊！啊，这样吧，4包大米，4根绸子，我给你8根，行不行？好力气！嘿，哼，8根倒还真能扛了。彪彪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看不出来啊，招工呢？招工？我看你小子是活腻了，你这明摆是在抢我扁担王的人。哎，扁担哥，我这算哪门子抢啊？你把工钱抬高3到4倍，你这是什么呀？就是明抢。我没听错吧？我们没刀没枪，是这些苦力自己来的。我逼他们了吗？你自己问问他们。哎，兄弟，你老大想请你回去啊？王大哥，不好意思，他们给的工钱高，等我赚了这边的工钱，我再回去帮你干。来了啊！哎，没义气。四位大哥，听清了吗？你没那么多货运，你抢我的人干什么？老大，他这叫欺人太甚，他哪有那么多货啊？他这是明摆着不让我们兄弟做买卖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是故意找我的麻烦。我和你们商量过了，你们配合吗？弟兄们，汇丰堂的人到咱们这儿来闹事儿，咱们应该怎么办？反打！他们要是不走呢？打！听到没有？我只能让那一天重演了。打！战！
话要收起来了。不用管了，给他们点教训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我们走，咱们走。兄弟，没事吧？嗯，哎呦，跑什么你？着火了！快救火呀！快救火呀！快救火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着火了！快救火！哎呀，别打了，快救火！哎，救火！快救火！走，救火！哎，救火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来救火呀！快来人救火呀！别耍家伙！打水救火！哎，快打水去！救火呀！快打水！快打水！快点，快点！好快！救命啊！我们呢？救命！盖呀！这光说不练有什么用？干什么？吵什么呀？来，师傅，你露两手给他们看看，来，给他们看一看啊！看看啊！来，师傅，露两手吧。阿成，来试试把我手臂掰弯。哎，来，一起啊！哎呀！师傅，我姑父。哎，徒弟，看不见也别站在凳子上，有本事到前面来看。不好意思啊。你就是阿三？承让。废话少说，让我来试试你的巧功。这不太好吧？要么你现在认输拜我为师，要么就让我来试试。那在下献丑了。还有谁也可以来试试。我来。好厉害的乔功啊，简直就是铁桥啊！没想到阿三的乔功这么厉害啊！铁桥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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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铁桥三。师傅，你也认为我要出手吗？当然要打。可是我不想打。
我怕我下不了手。你若不下手，那这场恩怨就永远不会结束。难道你希望这个仇恨继续下去吗？应该有一个了断了吧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如果我赢的话，你要跟我去官府，接受律法的制裁。你觉得今天我们还会有人能活着走出去吗？大哥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。难道我们兄弟一定要生死相搏吗？我一定要！凭什么所有的对都是你的，所有的错都是我的？梁坤，你一口一个大哥的叫我，如果你真的还当我是你大哥的话，今天就跟我好好打一场，让我杀了你。错也罢，对也罢，既然大哥执意如此，我这个做兄弟的就陪你好好打上一场。大哥，轻点，轻点！大哥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要跟你一起练功了。以我的天分，很快就可以打败你了。打败我是吗？行，服了吗？服了。大哥，我又不是说现在。能够给他报应的人，除了你以外，没有第二个。大哥，别再打了。阿坤，你和阿钱兄弟之间一定和睦相处，互敬互爱啊！师傅，这个你放心吧，我和大哥之间的感情一向很好的。自打你12岁来到江家，舅父可是一直把你当做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啊。阿坤也一样，从小到大，你说舅父对你们有内外之别吗？什么东西是他有你没有啊？师父待钱儿视如己出，钱儿一定会报答师父的养育之恩的。
谢谢，谢谢你终于帮大哥解脱了。大哥，你看风筝飞得多高啊！阿坤，你慢点。三哥，我也要飞，你等等我嘛。灵儿来，大哥背你。阿坤，看，厉害吧？等我以后学好武功，以后大哥就可以保护你们了。阿坤，大哥食言了，我没能做成一个好大哥。来世吧。来吧！少爷，你少爷怎么一下就被？师妹，梁坤，你就是铁桥三，正是在下。这个梁坤还活着。你徒弟已经输了，现在轮到你和我们打了。你们已经打了一场，我不想趁人之危。我们还能打，就当我认输吧。师傅，打呀，不能这么做。你看我都被他们打成这样了，你不打了，师傅？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铁桥三，
难道你想当缩头乌龟吗？大哥呀，说，你们不走，我走。师傅，师傅，哎呀，不打不过的。少爷，慢点，慢点。少爷。今日前来，是为了完成上回没有打完的决斗。我本无意与你相斗，还请先生回去吧。哼，铁桥三，今天如果你不跟我痛快的打一场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。我师傅都说了不想跟你决斗，你没听见吗？哼，那就先拿你热热身了。就凭你，还不够资格跟我师傅打。哎！你终于肯出手了，不如我们换一种比赛的方式，如何？师叔，属下有请。请。
有这么多人在做见证，我今天定要打得铁锹三跪在地上，喊着求我做师傅。喂，你别吹牛了，我跟你说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啊，吹牛啊！这是宝芝莲，我跟你说，就是。铁锹三，你来来回回打的不是公子伏虎拳，就是虎鹤双形拳，你这不是瞧不起我吗？你把绝音教你的功夫，统统给我使出来！师傅没有教我什么武功，他只教我呼吸吐纳。哼，连呼吸都让别人教，我看绝音真是收了一个傻徒弟。光凭这一点，你就应该拜我为师。休想！师傅，上课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来，师傅。无音师弟，你输了。师傅说过，输赢并不重要，世界上没有最强的武功，最重要的是你有一颗仁爱的心。只有你有一颗仁爱的心，才是天下无敌。我明白了，我输给你的是我的心，我不配做你的师傅。
安大家神掌，在下领教了。铁师傅，真是后起之秀啊！安某像你这般年纪，可不是你的对手啊！前辈，客气了。来，师傅，师傅，走，来，谢师傅，师傅，爹，您受累了，我给您擦擦。爹不怪你，女大不中留啊！阿彪，拿我的烟来。爹。傅成，你去跟安老爷子说一声，就说我身体不适。是啊，等下的比赛啊，就不要再打了。不打了？你害怕了？啊？为什么呀？刚才我在台上跟安老爷子比武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后力不济，如果再这么打下去，对他身体有损。师傅，他是安豹，你这怎么了，师傅？本来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这场比赛我其实也不想打，都是你们撺掇我打的。师傅，你说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。什么叫我们大家撺掇的？难道你忘了对面那个王彪有多嚣张啊？师傅，你要不接这个挑战说，他就让你在汇丰堂门口跪12个时辰，欺人太甚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这给安老爷子下跪也是正常的，他毕竟是前辈嘛。师傅，你为人不图虚名，弟子们都很佩服。但是这场比武，他根本就不是，不光是关乎面子的问题。王彪前5 13号码头。对，师傅，我们几个离开码头不是没饭吃，只是那个这是我们不想让13号码头变成他们运鸦片的通道，更不想让更多的鸦片卖给我们中国人。我且敢想，师傅，打师傅，我看那个铁桥3的武功，翻来覆去的就那几招，全凭一身蛮力才没被您打倒。下一场您跟他比刀，您的劈挂刀那是徒步武林，绝对没有对手。更何况师兄，你要是觉得铁桥3这么好打败的话，你去打不就行了？行了，别吵了。阿彪上去啊，他肯定不是这个铁桥3的对手啊。要是输了，还不是丢我们汇丰堂的人？阿彪，拿我的刀去，我倒要看看这个铁桥3有几斤几两。师傅，铁师傅，刚才拳脚上没分出胜负，咱们兵器上计输赢吧。请安师傅赐教。以武会友，应点到为止，但刀剑无眼，如果误伤你，莫怪老夫啊。
铁球三，铁球三，时间到了。就是我这场车怎么撞？看你这手。铁师傅，我们支持你！铁师傅，加油！我们支持你！加油！铁师傅，加油啊！我们支持你！我们都支持你！你是谁？找我干什么？我是英吉利拳皇，而你将会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大家安静！大家安静！里面要开打了！里面要开打了！开打了！开打了！哎呀，师傅能打得过奥布利吗？哎呦，也不知道现在什么状态。不好了，铁叔被打了，挨了好几拳呢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师傅没事了。
铁师傅又被打倒了，都被打得吐血了都！啊！我再去看看去。师傅！再来啊！我们去那边啊！那边墙矮，应该能看到里面啊！可以啊！对，哎，走，啊！哎，跟上！哎，这有个窗口，一定能看到里面的情况。来，哎，来，哎！怎么了呀？怎么样？啊？怎么了？师傅他啊？怎么了呀？怎么了？师傅他打赢了啊！打赢了！打赢了！师傅打赢了！我赢了！铁师傅打赢了！打赢了！铁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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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赢了！师傅打赢了！打赢了！耶！师傅赢了！我就知道。
想去哪儿？这里交给我吧，你们赶快去找魏大人。小心，走。嘿，呀，嘿，赵老，这么多日子没见了，今儿这是什么风，把你给吹来了？今天我来这里，是来跟你算账。算账？孙同娇已经死了。什么？他怎么死的？我杀的。你？他想要跟我抢宝藏。宝藏？这么说，你们已经破解藏宝图了，所以你也知道此卜的秘密。宝藏现在在哪儿？我想要你的命。赵谦，我答应你，帮你找个江灵儿，让他回到这边。太晚了，江灵儿已经死了。赵谦，你别冲动，当初是江灵儿主动对我投怀送抱，要怪你只能怪他，不能怪我。还敢说这些？我要你的命！梁坤，赵谦，你不能杀他。梁坤，杀了赵谦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我的命运还轮不到你做主。梁坤，我可以赦你不死，并用我的人格担保，把我的荣华富贵与你一起分享。你的人格没有丝毫诚信可言。赵谦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跟我去官府。梁坤，江灵儿已经死了，你也难逃其咎。今天我先杀了那玉宝，再杀了你。他不能死在你手上，我答应过魏大人要在公堂审判他。我今天要看看我们俩到底谁厉害。退好！大哥，放大贵宝！不行，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他！大哥，我一定将他绳之以法，只要你住手！不可能！好！
从江灵儿死的那天开始，我就不再是你大哥了。铁砂掌。他是光州安察使司安察使拿贵宝。那他与你是什么关系？他在光州是我最大的钱商。说谎！本官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克里顿大板，拿贵宝所言可是真的？他说谎，每次我进货到光州，都是他安排行商来接货。你所说的货是什么样的货啊？鸦片。漂亮！大贵宝，站住！站住！铁师傅，大事不好了！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铁师傅，拿贵宝为劫狱，魏大人请您回去商量抓人计划。铁师傅，我真没见过那大人啊！大人去哪儿？那大人，你不知道他是钦犯吗？还敢叫他那大人？只要你们告诉我他去哪里，我就转告魏大人，让他对你们法外施恩。去佛山了。大人，请用茶。顾英啊，坐下吧。你现在是我的救命恩人了。谢大人。大人以后不要叫我大人，以后你我就以兄弟相称，你就叫我一声大哥。是。顾英，你可相信大哥？那是当然。说来也是，如果不相信的话，你岂能舍命救我？我知道大人壮志未酬。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没错，如果我们能赶到南风古道拿下那批宝藏，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。我愿一辈子追随大哥，直到地狱，是吧？赵谦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疯狗乱咬人。今天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是我自己造成的。我当时就不应该相信你，就不应该让蒋灵儿到你的府上去。我和江宁儿是两厢情愿的，根本就轮不到你这个外人说三道四，指指点点。那魏宝，今天你的死期已到，你马上就能如愿以偿了。赵谦，你
你可不要搞错了方向。说到底，你应该报复的是梁坤，不是我。我先杀了你，他就是下一个。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嗨！快来啊！快走啊！手下留人！周全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杀了他，我要替江离儿报仇。我要替江离儿报仇。拿贵宝是朝廷钦犯，就算要动手，也轮不到我们。要他死，也要让他死在朝廷的律法之下。就这样动手杀了他，你跟拿贵宝这样的恶人又有什么区别啊？没有区别。现在的赵谦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。我杀了师傅，杀了孙腾蛟，杀了拿贵宝，我还杀了江离儿。我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？难道是被你们逼的？你们所有人都知道我喜欢江离儿，却没有一个人肯帮我。先是师傅，他明知道我喜欢江离儿，却把她许配给你。然后是孙腾蛟，他也明知道我喜欢江离儿，却把她介绍给拿贵宝。可恨的拿贵宝强奸了江离儿。梁坤，你知道我最恨的是谁吗？我最恨的就是你！这么多年，你一口一个大哥，一口一个大哥的叫我。我们三个人从小一起长大。我对江离儿的心意，梁坤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当然知道。你知道为什么不成全我？为什么？我只想要跟离儿在一起生活，就这么简单。我没错，你错在没有尊重灵儿的意愿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。今天这个结果，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。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今天我最后一个要杀的就是你，让你下去陪江离儿。你呀！
别追了，不是我心软，现在还不是抓他的时候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护送魏大人进京。等我们回来以后，我不找他，他也会来找我的。下次你要是下不了手，我帮你杀了他。汇丰堂弟子安青鸾拜见龙泉门掌门。汇丰堂弟子，令尊是安保安师傅。正是。我龙泉门一向与汇丰堂来往不多，不知你来此有何贵干呢？比武学艺。怎么个比武？怎么个学艺？久闻龙泉门大名，今日想和贵门中高手切磋武艺，若打赢小女子，小女子便拜师学艺。你到底是来拜神，还是来拆庙啊？小女子诚心学艺。老二，师傅，你上。是师傅。二师兄，二师兄，二师兄。安姑娘下盘好，身段好，武功好，这三好鼎艺好，我见有脸啊，不如。师傅！承让。师傅，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拜见胡掌门。好说好说。这位姑娘，大老远的过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比武学艺。哎呀，这拜师学艺呀，他得交束修啊。束修你懂吗？学费。这规矩啊，不是我定的啊，那是孔老夫子定的。你这两手空空的，你说我怎么教你本事啊？那请问胡掌门，您所说的学费是多少钱啊？不多，这方圆百里你打听打听，我这最便宜了，5两银子足矣。好，没问题，只要您打赢我，别说5两，10两、20两我都给你。哎呀，痛快！我就喜欢跟你这痛快人打交道啊！交银子去吧，去柜上交银子啊！我马上就教你真本事。胡掌门，您没听明白我什么意思吧？没听清楚吗？我说您要打赢我，我才拜师学艺。打赢你？我打不赢你的话，这还得给你银子。那倒不用，如果您打不赢我，我拔腿就走。你等会儿啊，让我想想。也就是说，我打赢你，完事儿你给我银子。我要打不赢你，我就真的再不用给你银子了，是吧？你耳朵有毛病啊？没毛病。这么好的便宜事儿，我当然得干了。他打呗，行，打多少回都行啊！这是，哎呀，我们这名门正派还怕你一介女流？还真的啊！承让。哎
女侠，女侠，哎呦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你没事吧？你们两个饭桶管我干什么呀？你赶紧给那女侠拿20两银子，让她千万别把这事给我说出去，快去呀！哎呦，